我们来聊一下这个高精1200简单的一个感受啊，还是从头开始说。这个前减的感受是，我觉得是整体偏舒适啊，但是还蛮有高级感、蛮有韧性的一个减震。减震表现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啊，就是偏舒适、有韧性啊，也带有一定的高级感。这个刹车的表现相当好，刹车的表现完全配得上它的动力，就是有一点点偏硬。一捏就能很好的刹住，然后弹手的感觉也还可以啊，弹手的感觉也还可以。虽然没有配浮动盘，但是对于一个复古车来说，我觉得也够了。这个轮胎我觉得是运动性能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轮胎，你也看到应该都吃的比较满了，运动性能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轮胎，加上它这个整个车也比较重，不是一个偏运动调性的那么一台车啊。然后我们来上面看这些东西。前面处理的还算干净啊，还算整洁，仪表这个钥匙有点偏，开机动画也还算漂亮，但是它这个仪表的这个不管说叫 UI 还是说啊这些东西看着还是有点密了，加上它不该用这个渐变色，一个灰白色的渐变色，让这个东西的识别程度弱了一个级别。我觉得就用纯黑底，然后配这个白色的字，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。但是整个上面显示的东西，我觉得还算可以啊。可以，你离近来看的话，还是有一点点的颗粒感啊，就是怎么讲呢？色彩没有那么的级别没有那么高吧。然后来讲这个东西啊，这个首先讲它的离合啊，离合非常的好，非常的轻，没有问题。然后用起来也很舒服，它这个设计应该即使这个东西稍微歪一点，也不会打到这儿啊。这个东西设计还是想到的，但是这个手把按键就比较一般了。就是比较普通的那种，就甚至左转向、右转向，有时候掰的时候还会感觉有点，这个也算是跟凯旋的 T120感觉差距最大的地方，就是这个一个仪表的按键，一个这个不是一个手把的按键，一个仪表的显示，这两个地方，剩下的地方我觉得问题就不大了。然后这个油门比较轻，如果你没有骑过这种电子油门的车，你会感觉哎。我按照我拉线油门的那个感受去拧，再加上它车转速比较偏低转啊，扭力来的比较快，你就会感觉哎是不是有点闯啊？但如果你有一点点的经验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刹车不用说了啊，非常好。这儿设计的有点反人类啊，怎么想的？跟本田学点别的不行吗？学它的顺滑度，学它的质量不好吗？你学按键设计，喇叭在这儿，这个转向灯在这儿哈，败笔啊，这个东西设计的不好。这个东西摁下去什么也不太干脆。高精你花点钱，咱车都做的行驶品质这么高级了，干嘛在这个东西上面去抠抠缩缩的用这种不值钱的东西呢？这个东西就不讲啊，镜子装饰件没有什么感觉，没有什么大的作用。然后来看整体的一个做工，我觉得整体的做工算是优秀了，挑不到毛病。就包括你在这个排气这些的焊点上面，你也挑不到毛病了，包括整个的一个精致度啊，整个的一个精致都没有什么问题。这玩意儿是金属的啊，铁的，梆梆硬的一个铁的啊，这个东西也是金属的，就这边也是金属的。就整个的做工我们挑不出问题了，你可以理解为它的做工已经是国产天花板了。就我们质量我们不好讲，但做工已经是国产的，也不能说天花板吧，就已经到国产非常好的一个程度。就甚至进口车你拿出来，我觉得我这个做工跟你比一下，你可能也得抖3抖啊，也得抖3抖。这个漆水就还是那样吧，说实话，漆水还没有做到豪爵那种油光发亮的程度啊。你能看到一些这种。就是这个漆面不是那种哎呀纯均匀纯光滑的那种啊，这个算是吹毛求疵吧哈，价格放在这里了。然后来聊一下这个车整个的一个骑行感受啊，这个车骑行感受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因为我下午专门去试了一下那个凯旋 T220，我觉得是不差的，就不能说什么95%、90%了，我认为就直接就是不差，就是我没比你差啊，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。差别什么哪儿差一点没有，油门响应很及时，转速感觉上的也很快，就整个出力特性也很好，没有什么差距。然后它这个车整个坐起来那个感觉还要比 T120感觉更紧凑、更紧绷、更紧张一点啊。这个车目前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就唯独是它在运动性方面，我觉得因为车重比较大，所以在下去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啊。没有那么好，就是还是感觉车，有一点点笨。这毕竟是个复古车嘛，
那整个能说的，我觉得我对这个车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。往往这种好的车，我们能说的地方其实比较少，就是动力非常好，动力非常的澎湃，基本可以达到，就因为它的转速非常的偏低转，就基本属于你随时给油，哐一下那个那个非常好的扭矩一下就爆发出来。我觉得你新手试这个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啊。最后有一点坐高我们没有讲。我大概是180的身高，180坐在这个车上大概是2个前脚掌着地，不是2个脚尖，是2个前脚掌能够很稳稳的着地，安全感是绝对有的。你这样去晃，也绝对不会说有什么撑不住的感觉，绝对撑得住啊！我觉得低于170，你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压力的。为什么呢？首先它的坐垫是比较硬的，虽然它这里做了一个收窄啊，但是你可以看到，你收窄这儿没用啊，你收窄以后下边还有个这个壳子，能看到吗？还会别到你的腿。就所以说它这个对坐高还是有要求的，就大概你需要有个170以上的身高吧。当然你技术好就另说了啊，技术好可以忽略。第二点就是你坐上来以后踢这个脚撑的时候，看到了吗？你会踢到这儿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，踢到这个排气这个护壳的一个位置啊，就这样，就坐上来以后能说的小问题就这俩吧，别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，还有什么要讲的说一下，而且灯光就是还是原来高金那个灯光啊，合格的 LED， 算不上好，就普普通通，蛮合格的。整体来说，我认为这台车啊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复古车，在市区代步什么的，基本算是不能说是天花板水平吧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抛开进口车和国产车这种心理因素的影响，我觉得它的品质是不比凯旋差的啊，没有比凯旋差很多。也有可能是我对凯旋的优点了解的少，反正就以我这个比较普通的驾驶水平，我认为这2台车已经没有那种很强烈的区别了，尤其是在机械素质这方面啊，可能差别就还是在更精细的一些设计啊，更好的一些按键的手感呀，更精细的这个仪表的一个显示啊，那些体现高级感的地方可能还会有差距。那别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车已经做的令我满意了啊，兄弟们，我大概能说的就是这样了。那给出的购买建议就是值得购买啊，值得购买，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，好吧，兄弟们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四啊，今天来试一下这个高金的1200啊，白天这车一直没时间，一直拖到晚上来，才有时间来试一下这个车。